香蕉放2天就發黑變軟，水果店老闆教我一招，這樣保存香蕉1個月還新鮮不發黑。大家好，我是龍兒。說到香蕉，大家都愛吃，但是香蕉我們發現買回家之後，不到1-2天的時間，表面就開始出現小黑點兒，發黑，甚至是變軟，裡面也腐爛了，根本就不能吃。就算是很多朋友把香蕉買回家之後放到冰箱裡面去保存，也依然如此。那么如果你把香蕉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就錯了。今天教你正確方法，準保你保存出來的香蕉放1個月、半個月，它都還是新鮮的，不發黑，不變軟。廢話不多說，趕緊看一看到底是怎麼做的吧。香蕉大家都愛吃，不僅營養豐富，而且吃起來軟糯香甜。最重要的是它的營養價值也非常的高，尤其是其中的膳食纖維，對於我們平時容易便秘的朋友來說是非常好的水果。除此之外，平時管理身材的朋友也可以經常的吃一吃香蕉。但是我們發現香蕉買回来之後放不了1-2天的時間，立馬就開始發黑變軟，甚至是中間開始出現腐爛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該怎麼保存，以至於我們花錢買回來的香蕉直接就被這樣浪費了。所以說咱們喜歡吃香蕉的朋友，由於香蕉它不好保存，咱们如果不知道怎麼保存的話，盡量每一次買的時候酌情購買，一個人每一次買上幾根就可以了。想要在家裡面保存的時間更久的話，建議大家盡量去買顏色比較偏綠的香蕉進行購買。比如說我們平時去看朋友、看病人，那麼也盡量給別人挑選稍微綠一點的香蕉。你不可能買幾根去送給別人吧，總感覺送不出手，一般都要一大把一大把買。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選擇比較綠一些的香蕉了，這樣人家也可以多保存幾天。那麼除此之外，我們在購買香蕉的時候，大家還要注意怎麼去選擇。在給大家分享今天保存香蕉的小方法之前，先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怎麼來挑選香蕉。很多朋友在買香蕉的時候都會去選擇這種表面黃綠黃綠的，認為這種的香蕉吃起來剛剛好，而且呢可以潤腸通便。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就錯了。咱們的香蕉一般這個情況它還沒完全成熟，如果你想潤腸通便，盡量買我現在手上拿的這種上面有黑斑點的。而像這種的香蕉，它的通便效果就沒有手上有這種黑斑點的香蕉效果好。我手上現在拿的這個香蕉，它的成熟度就是恰到好處，拿回家之後就要立馬吃掉。如果你放到第2天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個香蕉它中間就會開始出現腐爛了。像這種的香蕉，雖然說對於通便效果是最明顯的，但卻不利於保存，所以說買回家之後不能存放。而像我們超市裡面這種的香蕉，一般價格也是相對便宜的，所以說我們是專門用來潤腸通便的，那麼就可以去選擇這種的香蕉。但是一次性不要買太多，買太多的話拿回家就沒有辦法保存。那麼如果你買的香蕉想回家多放幾天不壞的話，盡量去挑選顏色比較偏綠的。除此之外，我們挑選顏色的時候還要去注意一下這個香蕉它的軟硬度，要保證香蕉是完好無損，沒有被擠壓過的香蕉拿回家之後才能被保存。所以說我們在挑選香蕉的时候，並不是只要是香蕉買回家它的效果就一樣，我們一定要根據自己的需要去進行選擇。說完了挑選香蕉之後，下面就來給大家分享保存香蕉的方法。我們首先把需要保存的香蕉放到一旁備用，接下來準備一個大一點的盆子，盆子裡面加入少許的食鹽，適量的食用小蘇打，接着再加入適量的清水，用你发财的手把這個水攪拌均勻，讓食鹽和食用小蘇打充分的混合在水中，攪拌至食用小蘇打和食鹽完全溶解，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香蕉放進來了。把需要保存的香蕉直接放入水中，如果我們發現香蕉上面有這種標籤的，
先把這個標籤撕掉，撕掉之後再放入水中。放進來之後，我們仔細的去把香蕉清洗一下。需要保存的香蕉，我們一定要先去洗一洗，因為在香蕉的表面有大量的灰塵和雜質，甚至還有農藥殘留。除此之外，咱們的香蕉由於熟起來特別的快，因此水果贩子把它從香蕉樹上面摘下來的时候還是綠色的，這樣更便於運輸，防止香蕉在運輸的過程中被擠壓，或者是快速熟透之後導致香蕉變質。所以說在香蕉從樹上面摘下來之前，它都是綠色的，那個時候的香蕉還沒有熟。而為了讓我們香蕉快速成熟，便於售賣，那麼會選擇在香蕉從樹上面摘下來之後，在上面噴上一層催熟劑，這樣我們的香蕉進行售賣的時候就可以快速成熟了。所以说我們一定要用清水把香蕉表面的催熟劑以及上面的一些農藥殘留給它清洗乾淨，像這個樣子就可以了。再加入適量的清水，將上面的食鹽和食用小蘇打殘留充分的冲洗乾淨。洗的时候動作要輕，不要把香蕉壓壞了，每一個面都要洗的。像這個樣子，碰水撈出，放到我們的案板上。接着用紙巾把香蕉表面多餘的水分給它擦一擦，將它完全吸乾。每一根香蕉表面的水分我們都要擦到，擦的時候动作要輕，不要把香蕉折斷了，尤其是這個根部相連接的地方，一不小心很容易掰斷。直到上面的水分充分被擦乾，像這個樣子就可以了。擦乾淨之後，我们再檢查一下，看看上面有沒有不太好的香蕉。如果有被壓過，或者是表面有一點點黑的，或者是表面像這種有一點點發黑的香蕉，我們一定要把它取下來。這樣的話會影響到香蕉的保存時間，因為像這種熟透了的香蕉，它裡面含有大量的乙烯氣體，這個時候就會加速香蕉的成熟。所以說呢，我們一定要把上面特別熟的香蕉給它扒下來，不要。接着再將香蕉根部用剪刀修剪一下，因為熟透了的香蕉，它的根部也會散發出大量的乙烯氣體。如果我們不把它表面剪掉的話，香蕉也不能很好的被保存很長的時間。這樣修剪好之後，接着取出家裡面的保鮮膜，用保鮮膜將它進行包裹。家裡面如果沒有保鮮膜的朋友，我們用塑料袋把它的這個根部包裹起來也是一樣的，這樣就可以防止香蕉的根部散發出乙烯氣體，將香蕉快速催熟了，可以延長香蕉的一個保質期。咱們要全部將它這樣包裹起來，包裹好之後，我們就把它懸掛起來。懸掛起來就可以減少我們每一個香蕉它的受力面積，這樣香蕉就不會導致出現擠壓的情況，更利於我們的香蕉的保存。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去超市裡面能看到許多的香蕉都是這樣被懸掛在架空的牆面上的一個原因了。那麼家裡面有繩子的，我們也可以用繩子給它從香蕉縫隙中穿過來。這樣打好結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懸掛在我們家裡面陰涼通風的地方去進行保存。像我們家的這個掛鈎，就是專門為我每一次買香蕉要保存專門貼上的。我們的香蕉這樣懸掛起來之後，就可以延長它的保存時間了。咱們的香蕉如果挑選的好的話，以這種方式來保存，最長時間保存1個月，它都不會腐爛變質，不會發黑。不信的話，你回家試一試就知道了。那麼有部分朋友就會說，如果我家裡面沒有懸掛的地方怎麼辦？沒有懸掛的地方，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直接這樣放到桌面上了，這樣也是不對的。這樣會導致我們的香蕉每一根之間都出現大量的擠壓。正確的方法是，我們把香蕉直接這樣放，直接這樣來放的話，放到果盤裡或者是放到我們的桌子上，都可以大大的減小香蕉之間出現擠壓的情況。這樣一來，我們的香蕉就可以更好的被保存。
那麼今天呢，主要給大家分享了我們保存香蕉的一個小技巧、小方法。這個方法也是水果店老板教給我的。你別說，最近我試了，還確實是比以前保存的時間要久。如果你也喜歡吃香蕉，或者是家裡面的親戚朋友到你家裡面來，買了許許多多的香蕉，一時半會兒吃不完的，你就可以試一試咱們的這個保存香蕉的方法。我是龍兒，點擊我的頭像可以觀看更多的視頻。也希望今天的視頻能對你有所幫助。當然，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話，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那麼本期視頻分享就到這裡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